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传说中的帝王首相，富贵三角令奇文，今生注定官运亨通，大富大贵，钱财是可以根据努力去赚取。可是官运就不同了，拥有官运的人不仅仅智慧超人，事业上也是有一番独到的见解。据说拥有富贵三角令奇文的人，说明此人注定是帝王将相之才。今天给大家说说关于这类首相的解析。一、福禄深厚，三角文在首相学的方面来进行一定的分析。这是由财运线组成，手掌中的财运线伸长清晰，由3条财运线从水星丘出发，向下延伸至手掌心，其中一条财运线与智慧线相交，向下又与生命线相交，形成了严密的三角令奇文。若此人手掌厚实，他是肯干，福禄深厚，再与代表财富的三角令奇文相互配合，相得益彰，此人必定一生钱财不缺，自己家庭之中就有很多的财富。二、财运旺盛，手中如果说所代表的财运线伸长，3条财运线形成了严密的三角令奇文，如果其他纹理配合得好，与大富大贵的三角令奇文相互配合，相得益彰，此人必定一生钱财不缺，越老越有钱。大小不规则的三角纹对其3大主线有着明显的不影响，如果三角纹规整、清晰、独立，而不与其他线杂交而成，落在某一个丘或者宫位上，则是大吉大利的一种表现的存在。三、财气丰隆，富贵三角令奇文对于大家来讲，其实在生活之中一直都是十分罕见的三角纹，由生命线、智慧线与财运线两相交，组成一个完整的三角形图案，代表着个人财运极大，钱财很容易聚集在身上，财气丰隆，身价必然上亿，富贵无边。普通三角纹是手掌心出现一个又大又端正的三角形，这类三角纹虽然标准，但是普通，代表此人品行端正，财运要比一般人好一些，却也不是大财运，属于大财没有，小财不断的类型。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之人，却也能衣食无忧幸福的生活下去。为官做宰在古人看来是人生的第一大追求，他们觉得一辈子的名利都应该去官场中找寻，因此对于做官之人也是十分的重视。下面介绍几种官运亨通的首相，虽然不及上面提到的帝王首相，但这些首相的人也能做大官，当领导，富贵一生。一、智慧线的末端开叉，这种帝王首相是智慧线的末端出现了2个开叉，形成了一个像是龙头龙角一样的首相的，这种就是帝王首相。而拥有这种首相的人，目光还很长远，很有计划，胸中有蓝图，不会被一些蝇头小利所收买，自己心中的目标还是非常坚定的。所以这类人往往在40不惑的年纪里面就非常富有了，这也就显露出他们命格中的优势来，注定成才的人。二、手有玉阶纹，步步登高，有这种帝王首相的人，命中注定是帝王将相之才。这种首相一是顺风顺水，像梯子一样的符号，有的上窄下宽，有的上宽下窄，形状不一，一般是出现在巽宫居多。玉阶纹是首相中比较稀少的吉利符号，如果出现在手上，一般钱财不断，富贵有加。玉阶纹自从做生意开始，由少积多，步步登高，目前所经营的行业已经超越了很多同行，运势很好的人。三、手掌厚实绵软的，在手心中手掌厚实绵软的首相，也可以称之为是帝王首相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拥有这种首相的人，他们能够出生在一个很不错的家庭里面，毕业步入社会找工作以后，自己的家庭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帮助，他们本身的起点就是比较高的，所以事业基础很好。而且这类人比较踏实肯干，
到后来也没有辜负家里人对他们的期盼和帮助，在事业上面节节高升，运势很好。4. 事业线伸长明显，在手相中的事业线是有直线向中指延伸，拥有此纹路是帝王手相，自己的工作运、事业发展运势皆很好。那么在工作上可以得到许多贵人的帮助，即使有难关阻碍都能顺利化解，凭借着旁人相助和自身的努力，都能够事业有成，享有财富和名声，是一个有地位的人。5. 食指长且饱满，在手相中，食指代表为人处事。如果一个人的食指长度超过中指第一节中间位置，那么意味着这类人处事圆滑，善于社交，能左右逢源，因此很适合做官。食指长且饱满的人通常自身能力强，懂得审时度势，善于抓住机会，平步青云并不是难事，即使他们并没有很强的领导能力，也有掌权的运气。6. 成功线粗，假如在手掌中出现一条粗且直的成功线，即使没有事业线，也表示此人是个体老板或是官场干部，有管理方面的才能。假如成功线生得既粗且长，则表示此人官职很大。如果再在成功线上出现正三角或是屋脊形纹路，表示此人不但官大，而且很有钱。7. 成功线深刻明显，成功线最早源自阴阳学名词，它起自手腕的部位，有的一直延伸到无名指的下方，也有的太阳丘上方就中断了。大多数人手上都没有这样的掌纹，所以事业运也一般，更不会当官了。如果一个人的手上有成功线，并且长而深刻，那么说明此人大富大贵的几率很大，有可能白手起家变成大富豪，有可能当官获得权势，而且当的官职还不小，一生享福不尽。8. 双鱼纹，如果你的手相中有双鱼纹，那么恭喜你，你这一生可能会成为大官。一般来说，双鱼纹是很难得的手纹之一，在生活中很是少见，而双鱼纹也是主富贵的纹路，有双鱼纹手相的人必定是富贵非凡的。不仅如此，如果你的手相中有双鱼纹，也意味着你的官运十分的顺畅，你可以在官场上有好的作为。9. 掌后指锋，指长掌短。从手相角度来看，假使将手掌比作老虎，手指比作龙，掌后指长，并且手指长度比手掌长的，假使做事稳健、兢兢业业的话，官运亨达，是他是稳健有方案；反之，则毫无官可做。10. 胜利线粗并且直，在手相学中，假如说在手掌中呈现一条又粗又直的胜利线，具有这样的线，就算没有事业线也无所谓，阐明那个此类人怎样也会是一个老板或是行政干部，有管理方面的才干。假如说胜利线长的既粗且长，阐明此类人官大，根本在司局级以上。还有一种很好的现象，就是假使胜利线上呈现正三角或是屋脊形纹路，阐明这样的人不但有官做，并且还会很有钱。毕竟我们普通人还是最多的，不可能人人都当官。下面就来具体了解一下碌碌无为的手相究竟都有哪些特点吧。1. 掌心四周多生横纹者，这类人很难有大出息，一辈子碌碌无为，只能扮演平庸之人的角色。虽然不管是学业上还是事业上都特别努力，奈何不是很聪明，而且运势也极为惨淡，所以很难取得好的成绩。而且这类人到了中年之后，日子会过得极为清贫和痛苦，婚姻中夫妻俩经常吵架，家庭氛围压抑糟糕，孩子不听话，还总是在外面惹是生非，他们还要跟在后面收拾烂摊子，事业上会遭受打压，很难安稳的在一个公司待下去，很有可能会直接失业，手头也会因此变得特别紧张。2. 手指细缝大的人，这类人也属于碌碌无为之人，
他们很难聚财，即便通过千辛万苦赚到了大钱，最终也会因为破财或是破产事件，将财富全部散尽。他们做事没有主见，总是喜欢听从别人的建议，身边一旦出现小人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而且这类人花钱大手大脚，总是喜欢沉迷于奢侈品之上，会给自己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，生活压力很大。而且他们生活作息紊乱，会引发各种疾病，尤其到了年老之时，需要承受很多肉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，很难健康长寿。3. 手掌又薄又硬像鸡掌，这类人一辈子平庸普通，碌碌无为，虽然心比天高，但现实非常残酷。他们对自己要求特别高，做事特别努力，好胜心特别强，但是为人尖酸刻薄，睚眦必报，人际关系特别差，身边还充斥着非常多的小人。职场中，他们虽然付出了很多时间与精力，但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，很难得到上司的重视，还会遭受同事的排挤。财富上，他们特别倒霉，总是会遇到乱七八糟的破财事件，经济压力很大，甚至会背负沉重的债务。感情上，一生之中会经历多段婚姻，很难收获幸福与美好。4. 手骨粗而青筋外显，这类人也属于碌碌无为之人，他们性格暴躁，脾气很差，还喜欢将个人的观点和意志力强加在别人身上，身边几乎没有知心朋友，不管是事业上还是财富上，这类人都没办法取得理想的结果。到了适合结婚的年龄，虽然自己条件普通，但他们总是心比天高，到最后将会沦为大龄剩男剩女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会经常因为经济问题而发愁，比如说交不起房租，或是还不起车贷等等。无论如何，都要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努力接受自己是一个普通人的事实，然后竭尽全力让生活变得更好一些，这样便足够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